启示录好像有一点难，想读懂却看不懂。有7碗，有7印，新天新地，还黑马白马的，这些代表着什么呢？今天和你一起揭开神的启示，一起来学习启示录。今天呢，把启示录分成2大部分。第一大部分呢，对于千禧年的看法。因为呢，你对千禧年的看法不一样呢，就会直接影响你看启示录。还没有看启示录的章节之前呢，先来看一看千禧年的观点。对于千禧年不同的看法，有几种的千禧年观点。第一种，无千禧年观点。无千禧年观点当中呢，提到千禧年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时期，反而它只是一个预表而已。耶稣并没有真的来到这地上做1000年的王。第二个观点叫做后千禧年的观点，这个观点呢是相信在所有的大灾难之后呢，耶稣会再回来做王1000年之后。第三个观点叫做中千禧年观点，就是在中间3年半的时候呢，耶稣会来把我们提走，然后还有3年半的大灾难呢继续的下去，然后才到白色的大宝座。第四种的观点叫做前千禧年的观点，这个观点呢相信耶稣在所有的灾难之前就会先回来了，然后呢我们就会被提到天上，那么呢信徒是不会受到灾难的逼迫的。请问你是相信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呢？如果你相信大灾难之前就会被提的话，你相信是的，因为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当然呢我们是不会受这些的大灾难，反而是那些没信主的人受大灾难而已。或者你相信我们是灾后被提的，就是说我们跟别的非信徒一样，要经历过所有的大灾难才能够会被提。因为很多的牧者学者认为，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，如果基督徒全都跑光了，那么谁传福音给这些未信主的人呢？启示录的章节结构与简介。启示录呢，共有第1章到第22章。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的每一章，所有的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？第1章是讲到约翰时代的，第2章到第3章是讲教会时代，第4章到第19章最重要，讲的都是所有的灾难。然后千禧年的年国是在第20章，然后新天新地是在21章跟22章。首先来看重点，第2章、第3章有7间的教会，这7间教会代表着什么？又预表着什么呢？有以弗所、斯美那、别迦摩、推雅推拉、撒底、非拉铁非和老底嘉。当你在读这7间教会的时候呢，请注意以下几个重点：耶稣对他们都有称赞，都有责备，都有劝告，都有应许。7个教会的简介。第1间以弗所，他的意思是叫做喜悦，对他的称赞，他是劳苦忍耐的；责备，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；他的劝告，请他们回想为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然后应许呢，是生命树上的果子。第2间是士美那，他的名字呢是代表这种魔药的。他的称赞呢，他们是很忠心，至死忠心，没有责备。他的劝告呢，你们要继续的既然的忠心。然后的应许呢，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。第3间别迦摩教会，他的意思呢，好像一个婚姻一样。对他的称赞呢，是他们坚守着主道；对他的责备，他们竟然容忍了假师傅；对他们的劝告是要坚守，然后应许呢是马拉和白石。第4间教会是推雅推拉，意思呢是在献祭；对他们的称赞是现在做得比以前更好，但是对他的责备是受了假师傅的迷惑；对他们的劝告，你要持守。对他的应许呢，就是权柄呢可以制服列国。第5间教会叫撒底，语种的意思，称赞呢有一些人是自洁的，但是呢对他们的责备，他们是有名无实的。对他的劝告是你们要警醒。他应许呢是穿白衣同行，并认得他的名字。第6间非拉铁非，他的意思叫做有爱。对于他们的称赞呢，他们有见证主道，没有责备。对他的劝告是要遵守。应许呢是免去了试炼，并做神的柱子，还有赐给他们新的名字。第7间是老底嘉，表示着一种审判，对他们没有称赞，反而责备他们是不冷不热的，所以对他们的劝告是你要发热心。应许呢将来与神一同坐席。第6章之后呢，就开始描述大灾难，讲到了7印。这7印当中呢，当天使要审判全世界的时候，他会揭开这个7印。7印的简介。第1印呢，就是一个白马，
白马指的是战争。第二印呢有一个红马，红马指的是日战。第三印呢有黑马，黑马就好像饥荒、瘟疫，好像 COVID-19 那种的病疫。第四印是灰马，灰马呢指的是死亡。第五印呢圣徒被逼迫。第六印呢是天地都要改变。在7印和7号的中间呢，将会有一个插段，这个插段呢记载了14万4千的见证人，还有受灾难的圣徒。7号的简介，在第8章开始呢，就形容了7号。你会看到从7印到7号到7晚那些的惩罚灾难是越来越严重的。所以在第8章的开始，在7号呢就讲到有一个引言啊，然后这第1号呢，当天使吹第1号的时候呢，火呢带着这个血的这些的炮子呢，要从天下降下，然后地上1/3的树和1/3都会遭殃。第二呢是一个火山会被扔去这个大海里面，然后海中的活物1/3都会死亡。第3号呢是火星会降下来，然后降到我们的水源，我们1/3的可以喝的水都变成了苦水，都不能再喝了。第4号呢是日头的1/3和月头的1/3呢都会被击打。第5号呢是好像第1祸一样，这个无底坑的蝗虫就会飞出来，这个蝗虫呢是形状长得很可怕，然后他们就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了。我们基督徒都相信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的额头是有上帝的印记，这些蝗虫它无法伤害我们，反而那些没信主的人，他们就会被蝗虫所伤。第6号呢就释放了4个使者，还有2万万军的军队会出现。第10章呢记载的第2个插段，这第2插段里面呢包括了约翰有吃这个书卷，然后约翰呢去量这个圣城，还有呢开始呢就介绍了7号是什么。在第12章呢就开始有这个7号，这个当中呢还非常的有趣，就介绍了7个人物这7个人物都要来注意他们一下，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意思。7个人物。第1名人物出现的是个怀孕的妇人，这个是指好像以色列的灾难。第2名呢是个大红龙，这个是指着魔鬼他如何来攻击以色列。第3个是一个男孩子，指的是耶稣基督将来会受逼迫。第4名呢是米迦勒，指着这个是属灵的征战。然后第5名呢是移民，就是这灾难当中依然坚守着信仰的人。第6个呢是海中之兽，表示是敌基督的工作。第7个呢是地中之兽，表示的是假先知的工作。然后在14章呢有3幅的图画，这3幅的图画呢描写了这个7个人物出现的情景是怎么样啊，还有所有的启示，还有拜寿的人呢他们就有祸了，而坚持信耶稣的人就有福了。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告诉了我们，在那个时候呢是个收割的庄稼，因为人子要再来审判我们了。第15章呢有开始讲7晚的灾难。7晚的简介。第1晚是倒在有受祭的人的身上，第2个晚呢是要倒在海里，海水全部都要变成血。第3个晚呢是要倒在江河，泉水都要变成血。第4个呢是倒在日头里面，会很热，会把我们烧伤。第5个晚呢是倒在兽的座位里面，拜兽的人呢满身都会有伤痛。第6个晚倒在伯拉达河上，引起了阿美基多顿的大战。第7个晚倒在空中，天和地都要被改变。第17章呢就有第4个插段了，讲了淫妇巴比伦和大臣巴比伦，这个呢都是来解释了巴比伦它复兴的罗马帝国各方面都会受到审判。接下来呢20章呢就会讲到白色的报好说，还有最后的反叛。第21章跟第22章呢就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我要与这一段的经文结束今天的教导，就是主啊，我愿你快来。希望这是你和我的祷告，愿主耶稣再来掌王权。